Large factories just started are being built across the border in Mexico. So with all the other things happening on our border, and they're being built by China to make cars and to sell them into our country. We'll put a tariff of approximately 100 to 200% on each car, and they will be unsel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帕帕，上个星期你的 YouTube 影片跟大家讲，你看好百度，但是这个星期它的股价又在跌啊。股价跌了有什么不好啊？股价跌了，如果你想买的话，很便宜啊，便宜点更好啊。你不想买的话，它跌了你也没有问题啊。我看好的是它的营运啊，你看它的罗伯快跑在中国的51个城市已经是展开了。好，无人计程车，据说呢，已经在今年4月份的数字啊，累积单量超过了600万，预计2030年中国的智慧网联汽车市场突破5兆元。它的 AI 也发展得很好啊，很多的开发者、很多的企业在用它啊，而它的股价低，现在还不到 price to book， 市占率不到1，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小股民可以低过成本价入股，不是很好吗？上个星期你还讲到了特斯拉，但你看一下特斯拉涨了多少啊？现在那高追危险吗？那这里呢就要提一下，基本分析它其实也是有一些盲点的，比如说刚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百度啊，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它也有非常良好的基本面，但是啊，并不是每一个投资者都像你那样有眼光。百度现在还在一个 Stage 4长期下跌的阶段，只要这个资金还没进来，百度就自然而然不会涨啊。而我们看到特斯拉刚刚踏入到了 Stage 2的长期上升的阶段。Elon Musk, who just pledged to donate $45 million a month to a new pro-Trump super PAC called America PAC. At a very high level, I'd say autonomy is an insanely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 and no one is even close to Tesla for solving generalized autonomy or generalized self-driving vehicles. No one's even close. With self-driving, as I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the car becomes, call it roughly 5 times more useful. But it costs the same to build. Now, can you imagine what would happen if a company was doing 25 to 30% gross margins, but suddenly that same thing was 5 times more valuable? What would that do to the value of Tesla and the value of that car? It boggles the mind, actually. 它的股价也像火箭一样一路往上涨啊！那只要明天的股价高过今天的股价，那我今天高追了，那也不是很贵啊。相反，如果明天的股价比今天还要低，那今天的股价看上去也好像不太便宜啊。但是买股票，特别是价值投资的，当我们付的钱，股价相对股票的价值越低，这个安全边际越大的话越好啊。你看我的老师股神巴菲特就是不断的强调这个安全边际啊。Actually do it with pencil and paper, it's too close to think about. I mean, it ought to just kind of scream at you that you've got this huge margin of safety. 但是啊，不是每个人像你或者是巴菲特那样有耐心，可以等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啊。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都没有这个耐心，他们是希望通过技术分析去看一下资金的流动，而当有信号出现的时候，他也能够踏上这个顺风车，也不用等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的周期，这样的话也不用把资金放在一个不涨的股票里面。那这里呢就要说一下技术分析的优点啊，在此之前呢，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技术分析就是透过观察成交量和股价的走动来窥探资金的流动，资金来了，股票就涨了；资金走了，股票就跌了。这样的话，透过技术分析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去分析股票。我们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去看财报，只需要观察股价图，就能观察得到市场的参与者的行为和市场的走势。那我拿 Tesla 作为一个例子，7月1号的时候 ，Tesla 的股价是突破了195块到205块这个阻力的区间，并且呢，在前一个星期它也是升破了30周线，也已经可以确认是踏入了 Stage 2的阶段。而在升破了这个阻力的区间之后，在下一个星期它也出现了 Follow Through Day 跟进的走势，并且呢，下一周它也是用一个大阳烛，伴随着很大的成交量突破了一个下降的趋势线。这样呢，我们也能够确认它现在是进入到了 Stage 2一个长期上升的阶段。那简单做个比喻呢 ，Stage 1就是一辆汽车进入到泥潭当中。我们看 Tesla 1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它还在一个调整阶段。7月的时候 ，Tesla 刚刚突破了这个阻力的区间，而当它突破了这个调整阶段的时候，就是踏入到 Stage 2，就像是一个汽车远离了这个泥潭之后，它就能加速轻易的往上走了。而我们再来看一下百度，现在呢，它还是在那个泥潭当中陷进去，还没有走出来。上个星期它虽然有个反弹，但是呢，它是反弹到了
了40周线和一条下降的趋势线当中，这两个加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阻力位。所以我们看到到了103块左右的时候，它就遇到阻力，并且呢股价是往回调了。那当然，技术分析它并不是一个水晶球，它计算的是概率，而并不是能够100%准确的预测未来。所以呢，大家也千万不要盲目的应用一个技术分析去 all in 一只股票啊。那刚才的例子，我只是用了1到2招的技术分析，而如果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准确率，我们是要应用多个技术分析结合在一起去使用。如果大家对于我的整套技术分析课程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打开链接了解更多。那为什么我想教这个课程呢？其实在10年前，七法为了教会我投资股票，他是创立了致富股票，而我是第一届的学生。因为我当时候接触到了这个系统，也导致了我走少了很多弯路，避免了很多的坑，并且也是在11岁开始了我的投资生涯。而今年呢，我21岁，跟我同年龄的人呢，很多都在读书或者是在找工作，而我自己呢，能够透过买卖股票赚取我自己的收入，不用去打工，所以我也是有感而发，我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分享这么好的一套工具给你们，让你们可以透过投资股票赚取被动的收入，最后是能够提早退休。那我们下次再见喽。